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解析你不知道的《西游记》，因为这个《西游记》啊，绝大多数人都是看了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你要真问说谁看过《西游记》原著，是否仔细看过，没有多少人有过这样经历。那么我们今天给大伙说这《西游记》呢，并不是依照电视连续剧版本，而是把《西游记》原著你仔细翻一下，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颠覆了你对以往《西游记》的认识。今天咱们说《西游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章节，真假美猴王。原著真假美猴王章节的拍摄，在老版《西游记》为何没有出现？是情节张力不够，还是拍摄技术不行？究竟是谁给予他美猴王的宝座？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究竟是谁在打美猴王的主意？你们谁是悟空啊？一个有创意的妖怪，一次很大胆的猜测，一番颇有意思的推理。哼，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我小的时候啊，看《西游记》，当时看原版的时候，最愿意看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大闹天宫，一个是真假美猴王。觉得这两个章节呢，是《西游记》里边最为精彩的。那么后来我们都知道，80年代呢，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杨洁拍这个《西游记》，就我们大家心目当中那个经典的80年代版本，光亮怎么它就这么多？嘿嘿，吃俺老孙一棒！当时拍出来之后呢，我们就盯着，就想看看这真假美猴王。你想这俩人一模一样，这打起来，它不像现在咱高科技了。你这个克隆多少个打电视特技、电影特技，那会没这个特神网说这段怎么拍？可是把这个第一版这个《西游记》啊，25集都看完了，没有真假美猴王，我们当时就很失望。有的朋友说有，你怎么能没看着呢？您说那有是什么时候？是98年、99年，杨洁导演拍《西游记》续集时候，把真假美猴王拍了，前后隔了有10多年。那说为什么第一次拍《西游记》就没有真假美猴王呢？这咱得从头往前说，为什么没有呢？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缺钱了。当时那是80年代初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打算把4大古典名著都拍全了，《西游记》呢就委托给杨洁导演，说给他多少经费呢？开始的预算呢，先拍15集试试水，看观众反响怎么样，给多少？给300万。你要现在说拍15集电视剧给300万，那都是笑话，那肯定不够。那是80年代初给了他300万，然后这杨洁导演拿着300万，叽里咔嚓1、2年功夫把头15集拍出来，结果一播火爆了。你想那会儿大伙儿也没看着什么呀，我们当时看得如饥似渴的，那会儿我都上高中，快考大学了，哎呀真好。中央电视台一看呢，这个反响这么好，接着拍，再拿300万，你再拍15集。这杨洁导演拿着这300万，准备再接着拍15集，拍着拍着拍不下去了，为啥？没钱了。有人说你头15集300万下来了，后15集怎么300万下不来？这时间已经过去3年了。我们都知道80年代啊，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市场经济一来有个显著特点，物价涨得也快。商品经济时代嘛，就当时呢，物价一涨，这杨洁导演犯愁了。为啥？你看原先说我到哪个地方拍戏去，住的旅馆、吃的饭都便宜，就这2年翻往上涨。最要命的是呢，原先我说到哪个景点拍取景，哎，那管景点的人很高兴，我没见过。拍电视剧我们看热闹行吧啊，这要能在里头创个小角色都乐疯了。结果这几年功夫人的商品意识提升了，你再来取景要钱，你在我们这儿拍一天得多少钱。所以这些费用涨了，唯一没涨的就演员片酬。就当时拍这个《西游记》呢，最贵的演员是谁？是六小龄童，张金来就演孙猴这个。他每一集片酬多少钱呢？说起来你们现在不敢信，一集给70块钱。就像这个片酬几年都没涨，但就这样，这300万不够。最后马马虎虎的呢，这300万没拍了15集，拍了10集，说剩下那5集是什么呢？险渡通天河，收服青牛怪，受祖师驼岭，救难小儿城，还有一个就真假美猴王。这5集在计划以内没拍出来，
有的人说，那真假美猴王应该拍啊，为啥？这故事多好啊，俩孙猴一模一样的，地上打到天上，天上打到海里，最后打到如来佛祖那儿去，最后弄个六耳猕猴，多精彩这故事。这就是我说第二个没拍的原因。为什么没拍？技术问题。你看咱现在有的朋友看过类似双胞胎这类电影呢，成龙有个电影叫《双龙会》，里边那么成龙一个人演俩角啊，一个正经人，一个小混混，你把我裤子抢了，那么像我连衣服都一样，俩人在一个镜头里头，在现在很简单，这特技一合成就完了。可是那个时候咱们没有这个手段，你看你拍个孙猴腾云驾雾，咱们看老版《西游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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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上去了一个云彩。在现在看多假，在那会能做到这个就不错了。你说把两个一模一样人弄一个镜头里来，根本做不到。你让六小龄童分饰两角在一个镜头出现，不行。所以当时技术原因也非常重要，就无可奈何的杨洁导演把这个放弃了。到后来这个98年再重新拍的时候，当时技术条件达到了再拍的真假美猴王。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敢到俺花果山来撒野啊？你们谁是悟空啊？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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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的。那我为什么说这个真假美猴王呢？这个戏有意思呢，就你要仔细的把老版《西游记》翻一翻，你发现真假美猴王没那么简单。原来的故事情节大家熟悉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假美猴王啊叫六耳猕猴，这六耳猕猴呢也跟孙悟空一样，能耐一样，寿命也都一样，都永远不死。这为什么？当年孙悟空啊喝醉了酒闹地狱，把这十殿阎罗给祸害够呛，把判官手里那生死簿打开来，拿笔来全是写着带猴的，那歘歘笔一勾，意思不在生死簿里头，就永远不死。哎呀，他这一勾是他找带猴那页。孙悟空喝多了，一划了自己那名是划下去了，捎带着不少猴也跟着得了好运了。这说这里头就有六耳猕猴，六耳猕猴也不死。那后来这六耳猕猴怎么出来的呢？你要仔细一研究六耳猕猴，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太奇特了。《西游记》里头没有这么奇怪的妖怪，为啥？他是假冒的孙悟空。你琢磨琢磨，这能耐小的妖怪，比方什么老鼠精、蝎子精、耗子精之类，他不敢冒孙悟空，他怕孙悟空啊，他能敢假冒他吗？他不敢要。能耐大的妖怪呢，他不愿意，不屑于冒。假冒孙悟空说，我能耐跟你一样的，那你看我也可以占山为王，我可以占山头拉大旗，我没必要冒充你孙悟空。那么六耳猕猴这能耐本事跟这个孙悟空就一样大，他完全可以自己下海创业去，没必要再冒孙悟空。那他为什么还要冒孙悟空呢？这就很奇怪一个事儿。而且你把这《西游记》老版翻开，你发现这里头有很多地方解释不通的。一般来说，这妖怪呢，他总得有个地方啊。你比方说某某山某某洞，这是他的福地，他占这妖怪占这个地方呢，方圆这多少里都是他地盘。一个是没有别的妖怪，再一个你一般老百姓也活不了，他吃人。他这个可是在《西游记》里头说，这个六耳猕猴的地盘在哪儿呢？说有地盘在花果山，就趁着孙悟空西天取经，六耳猕猴抄的后路到花果山去了。而且居然花果山这些猴子猴孙呢，谁也没看出来他，就说明六耳猕猴对孙悟空的前世今生了解得非常透。那么他是怎么跟唐僧师徒碰上的呢？他和唐僧师徒碰上这个地方很奇怪，荒郊野岭得有30多个强盗劫道的，孙悟空把这些劫道的都给打死了，这就挺奇怪。假如这块地方是六耳猕猴的，那么这些强盗根本都活不了那跟他抢地盘不找死呢吗？所以说这六耳猕猴大老远从花果山跑到这个地方来，抓来了他。而且他这作案很奇怪，别的妖怪是干嘛呢？目的很明确，要么是你呢，孙悟空呢冒犯到我了。第二种就妖怪，目的很直接，我就是要吃唐僧肉。所有这981难里的妖怪基本都这个套路，唯独这六耳猕猴不一样，他不想吃唐僧肉，他也不想说把这些人都害死，他要干嘛呢？
我把你这个渡劫文书我都弄来，把你行李我抢过来，然后我另拉一伙人，我自个儿西天取经去，假唐僧、假沙僧、假八戒，我孙悟空，我们这4个人西天取经，你就说这种犯罪手段不太有创意了吗？他到底要干嘛？跟别的妖怪全不一样，最后谁也分辨不出他俩谁真谁假。观音和唐僧念紧箍咒，俩人都喊疼。托塔天王李靖拿照妖镜一照，里头一模一样，没招了。到如来佛祖那儿，如来佛祖记起紫金钵盂，把他收服了，里头有6耳猕猴，孙悟空一棒子把他打死了。哈哈！我说如来，你也不怕把这波云打破了？他在波云底下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细节一点点披露出来，你会发现呢，这里头疑点特别多，就没有这样的妖怪。而且假如6耳猕猴他对孙悟空这些行踪啊都了解的话，他一定得知道如来佛祖的厉害啊！如来佛祖一翻手，啪，把他扣到五行山底下，这能耐多大呀？他知道这么厉害，你说他得多大胆子，能跟孙悟空一块儿找如来佛祖辨别完，最后让孙悟空打死了，这都不合理。所以说这一段啊，特别值得大伙儿好好琢磨琢磨，就是真假美猴王到底意味着什么。咱们很多朋友呢看这个《西游记》啊，基本就被电视剧给洗脑了。按照那种直线思维，其实原著《西游记》里头可读的地方特别多。因为过去这个文人呢，他写这本书，你不要以为他在家吃饱撑的，闲着没事儿天马行空。哎呀，孙猴、如来佛祖，不是那样。他这个文人写书是有自己情怀、有所寄托的。吴承恩生活那个年代呢，明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央集权专制是特别厉害，东厂西厂锦衣卫，基本就是个警察，国家管老百姓啊，管文人管得特紧，没有自由言论的开放空间。所以在书里头借着神魔小说指桑骂槐，反映当时的世道人心，这是文人普遍采用的一种春秋笔法。我们过去管这个叫孔夫子，叫欲褒贬，别善恶，微言大义，为尊者讳，就咱不能直说。通过取笔指桑骂槐，我写这个，其实说他呢，有很多人分析真假美猴王，得出一些真知灼见来。你比方说第一种思路，认为真假美猴王真的是孙悟空和6耳猕猴斗吗？有的人认为这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说这个假的孙悟空其实就是孙悟空自个儿变的。我们都知道，孙悟空一有难，1、2毫毛一吹，呼好多孙悟空出来打来，说为什么托塔天王啊、观音呢和这个唐僧啊，都分不出假孙悟空、真孙悟空来。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他俩都是真的。说白了，就跟这个羊是那个羊的克隆版似的，一回事儿。他当然他就分不出来。有人说这孙悟空不有病吗？他没事闲着自个儿演出这么闹剧给逼出来的，是孙悟空个人情绪的一种发作。我们可以看到，真假美猴王包括前面3打白骨精那些诸多情节里都有。就孙悟空干一件事儿，唐僧不认同，哎呀，杀生啊，太重了，违背清规戒律啊，不行，我就念紧箍咒收拾你，再把你撵回花果山，你别跟着我。孙悟空被压到五行山底下，好不容易有个翻身机会，西天取经，最后能成正果，唐僧还这么不待见他，说白了就跟领导整下边一个下级似的，一回2回行，你总这么整。孙悟空一看这也没头了，我得弄出点事儿来，让上级领导知道我的冤屈。上级领导谁呢？那就如来佛祖。怎么能弄出点事儿来呢？我干脆我弄个假的，跟我一样要争西天取经，最后把这事儿弄大了，如来佛祖不就得管了吗？有人说，你说这有根据吗？他不是没根据，这原著里好多地方露出这蛛丝马迹来。你看这俩人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到如来佛祖，好多人都分辨不清。如来佛祖没见到他俩时候，就下断言：人不可有2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这话就已经告诉大家了，孙悟空有了2心，想通过这一道整出个6耳猕猴来，把唐僧也给打了，又抢行李。这事儿闹大了，让如来佛祖给仲裁。他见如来佛祖时候说的是什么呢？
他见观音菩萨，见唐僧，都是希望你们各位火眼金睛能辨真假。注意，辨真假。唯独到如来佛祖那儿，他讲我这一道取经，辛辛苦苦，结果我师父还不待见我，给我撵出来了。我打到这儿了，就希望如来佛祖能够辨个邪正。照理说就辨真假，他前面那么碎嘴碎干嘛？我师父对我不好，给我打到这儿来了，你看他说这干嘛？而且辨邪正和辨真假不一样，辨真假，真是真，假是假，邪正是什么？我这行为对不对？你给我个公平，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就由辨真假改成辨对错了。你仔细翻翻《西游记》，前面全是辨真假，就到这儿改成辨邪正，这说明什么呢？孙悟空是到这儿来矫情来了，我要个公正，回去保你师父去吧。保师父不去，呵呵，怎么不去啊？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或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其实如来佛祖能耐比那些人大多了，一下就看穿孙悟空到我这儿矫情来了，自个儿变个假的。其实他俩这等于都真的分身为二，让我来断。其实无非是让我给他个公道，说那如来佛祖就识破了，就说呗。为什么还不说呢？他不能说。这个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这个如来佛祖下一盘很大的棋，要利用孙悟空呢实现两个目的，一个是给这些妖魔鬼怪一个上升通道，你好好听我统治者的，我就给你机会让你修成正果，这样能更好的收服底层的人给他服务。第二个就是你看起来西天取经其实是佛法东渐，等于呢通过这个过程呢，把佛教的影响力从西方来到东土大唐。他要用孙悟空，你说这时候给他戳破了，孙悟空一甩挑子，我不干了，这事儿还不好办了。所以如来佛祖呢这脑袋大，他反应就快，马上他想到这事儿了，就说我来替你收服这个妖孽，他叫六耳猕猴。孙悟空都没听过什么六耳猕猴，没听说过。说如来佛祖要干嘛？一愣神功夫，如来佛祖把那紫金钵盂拿出来了。如来佛祖想变啥还不容易吗？里头一下就出了个六耳猕猴。这时候孙悟空明白了，看我得配合呀，抡起棒子上去，把这个自己变得假的假装给打死了。就说这个过程完成了以后，其实如来佛祖说，你呀好生下去伺候唐僧，我不会亏待你的，我不可能让你就修不成正果，你就别矫情了。所以有人通过这一系列蛛丝马迹分析，孙悟空自个儿闹了一把，自编自导自演，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我们听起来也很雷人，但细分析不无道理。最后这不六耳猕猴被打死了吗？有人说打死那个是孙悟空，活着那是六耳猕猴。有人说这也太雷人了吧，他有道理。为啥有道理？你想啊，孙悟空这人呢，不服输啊，那是典型的叛逆者。你就发现孙悟空一上天，管太上老君叫啥？老怪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他对如来佛祖、观音菩萨不怎么尊重，经常坐那儿耍赖。你这我回花果山了，这个哪个领导愿意用这样下棋？他都愿意用听话的。你这不听话的，虽然给我干点事儿也烦，说你万一哪天你不听话大劲儿了，你再造反，我不好弄了。所以对于如来佛祖来说，万不得已用孙悟空，但凡不能不用他，有机会的话，他就不想再使孙悟空。这我们说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六耳猕猴书里怎么写的呢？叫知前后万物皆明，就是他能的呢，前知500年，后知500年，啥事儿都瞒不过他，他啥都知道，后边的事儿他也知道，能预测未来。所以你这么一算，出现六耳猕猴，完全是如来佛祖给孙悟空留一个备份，万一你染上病毒了，我就搁这儿替代你。哈哈，孙悟空这一道上跟唐僧也不怎么对付，对如来佛祖也不怎么尊重，受不了这管束，说不定哪天一翻跟头回花果山了，这西天取经算歇菜了。
所以这么不听话一个人，如来佛祖得想个办法，就又培养了这么一个六耳猕猴，跟孙悟空俩人矫情。所以这么一换，狸猫换太子，等于间接的呢，一个完全听佛祖话的孙悟空去取经去了，能耐也不差，就把这个真孙猴给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处理掉了。还有一个活的证据就是呢，你看后来在西天取经路上，真假美猴王之前，孙悟空总跟唐僧闹，等到真假美猴王之后，《西游记》里再没写过他跟唐僧闹别扭，服服帖帖，老老实实，师傅说什么就是什么，也没念过紧箍咒，平平安安到西天取经就回来了。悟空，师傅，为师错怪你了，师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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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空，悟空，师傅，师傅，悟空。所以这就是这里头一些埋下的证据。我想不论他是孙悟空自编自导自演，还是真孙悟空已经死了，假美猴王在这儿其实都是吴承恩的一些春秋笔法，他想表达他自己意图。后边这意图是什么呢？无论你这能耐多大，你大不过你的领导去，资源掌握在领导手里，你在人家手心，在人家单位干活，你要不听一把手的，你那是找死。他有各种各样办法对付你。再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不要以为我能耐大上天了，就没有能取代你的。那工作岗位这个东西，只要有这份工作干，就不只是一个人能干，别人也能干。所以这提醒我们呢，那些很自负的年轻人，在单位第一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谦虚点儿；第二个，千万别跟你的老板、跟你领导闹，闹来闹去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你要这么解读真假美猴王，那《西游记》对我们年轻人走向社会还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部分，孙悟空是超级英雄，很多时候呢是根据好莱坞已经拍过的经典片子，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进行复制。那么好莱坞大多数的经典影片类型呢，我们的电影圈里都曾经复制过，唯独有一种类型叫超级英雄片，在我们中国电影的屏幕上还没有出现。什么是超级英雄片呢？超人、蝙蝠侠、钢铁侠、蜘蛛侠。虽然说我们没有这样的电影，但是在我们的文学作品当中，那可是几百年之前就出现了一个比美国那些超级英雄厉害得多的英雄人物。谁？孙悟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那如果我们分析一下500年压了孙悟空五行山底下，然后唐僧把他救出来，他开始取经，最终到最后风斗战胜佛，这个阶段其实就是西方电影里超级英雄片的模板。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你看看西方电影的超级英雄片，它里边的超级英雄经历哪些过程呢？第一个，都有一个比较悲惨的身世；第二个，获得超能力之后都有那么一段滥用超能力的时间，我们说撒欢时间；第三个呢，他在这个时候碰到了人生的导师，这导师告诉他应该往哪个方向走，什么是正确的；第四个，就成为超级英雄阶段。他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感，人生的价值，甘愿放弃自己原先认为宝贵的东西来成全这个世界，成全别人。他从此成为脱胎换骨的超级英雄。那么如果我们把孙悟空的取经之路你捋一下，你发现一样都不少，正好和超级英雄出现、发展进步，最终达到这个境界完全是一样的。咱们可以从头数一数，你看说超级英雄，第一个得有悲惨的身世，这个很好理解。咱们看这个好莱坞片子，比方说这个蝙蝠侠，蝙蝠侠本来是个挺幸福的这个小康之家，结果呢一家三口看话剧去了，回来在路上他爸他妈让人给枪杀了，眼看着自己爹妈死，他成了一个只有钱的孤儿，这就挺惨了，没爹没妈了。你等蜘蛛侠呢，甚至呢自己爹妈在哪儿全不知道。超级英雄往往有这么一个悲惨的身世。那么说孙悟空的身世悲惨不悲惨呢？咱可不是说从石头蹦出来那刻，而是在五行山底下压着，压了他500年。玉帝如来，俺老孙被你们骗了，哈哈，被你们骗了。西游记原著里写的说这500年他干啥了？这如来佛祖告诉当地的山神，你看好他，他如果要是饿了呢，就喂他铁丸子吃；如果要渴了呢，就把化了那个铜汁铜化成的汁喂他。你想想，这能叫食品吗？
说白了就是让它嘎哒嘎哒牙有点嚼的东西而已。反正孙悟空这个铁嘴钢牙也无所谓，就靠吃这个。而且孙悟空是个什么人呢？活泼好动啊，猴嘛，你把他压到山底下，你说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难受的事儿吗？所以当年这个《西游记》啊，在拍到这儿的时候，严肃老爷子，咱们著名的这个词作家，他写这段时候呢，写了一段歌词，写得非常好。我现在好多观众朋友记不起来了，不过我一唱，你能想起来。此处歌词大意，500年桑田沧海。那一幕，孙悟空抬着头看天空上那个大雁，旁边那小草，那种近就能把人看掉眼泪，就无限的渴望自由。所以他这500年压在五行山底下，凄惨无比，非常惨。所以这是超级英雄必有的悲惨身世。为什么呢？当这个悲惨身世这页接过去，超级英雄的潜能才会得到无限的焕发。你看咱们说，不光是我说《西游记》电视剧，你看《西游降魔》，黄渤演的孙悟空压到山底下，在山洞里什么状态？那脸都是苍白的，见不着阳光，而且在底下都呆神经了，就跟疯子似的。说一旦有人来了，还教书弃眼的段小姐怎么跳舞勾引妖怪，您瞅瞅，成精神病了。啊哈哈，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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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舞跳得很棒了，哈哈哈。没有啦，没有，你好，很好，哎，哈哈哈，真的哈哈哈。那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注意，一旦他获得自由之后，他要释放憋屈太多年了，这个释放的能量往往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的影视剧作品里呢，反映出了孙悟空释放能量之后的可怕，也有一些玩闹。比方说可怕，这个《西游降魔》里头，这孙悟空真正窜上来，你看多狠，打死这个，打死那个，甚至对唐僧那个样，就是他压抑太多年了，他要把心里这种郁闷以恶的方式去发泄。如来，你封了我500年，我今天还不是照样出来了吗？我现在就要你的命，啊！那么《西游记》电视剧里头呢，没有这么的把孙悟空这种恶的能量无限挥发。但是也写他如何发泄自己。你想当时唐僧呢，把阿弥陀佛6字真言接下来山崩地裂，孙悟空从五行山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感激唐僧师傅。哎，人家告诉我在这儿等取经人，你就是我师傅。他对唐僧当时是什么感觉？就是你把我救了，我知恩图报，我得感谢你。那个时候孙悟空对取经没有概念，至于说佛对他的影响没啥，他还是如来佛祖当年给我压下这点印象，他只是单纯的感激唐僧。所以说观音菩萨说你呀得保唐僧取经，他当做报恩的举动。就说白了，我反正出来了，我也没事干，我跟你一路西天取经当旅行了，当玩了，我顺道我保护你，我报恩。所以一开始孙悟空就这种状态，这个时候他身上积攒了大量的能量，有500年没伸胳膊腰腿了。所以接下来孙悟空的恶出现了，闯祸了。怎么闯祸？那阵猪八戒这些人都不在身边，孙悟空保唐僧往前走，在山林里碰着6个强盗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威胁唐僧。孙悟空一看还有跟我比横的，这棒子拿出，噼里啪啦把6个强盗全给打死。这下子坏了，闯大祸了。有人说孙悟空当年大闹天宫，打这个打那个，这打几个强盗算啥？那不一样，因为他大闹天宫时候打的都是天兵天将，你打败他，你弄不死他，那都人都不死的。你这里你对的是凡人，在凡人这块你打死人就是杀生，强盗劫你道，罪不至死，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惩罚他。而且唐僧笃信着佛教啊，5戒：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你头1戒杀生你就犯了，所以当时唐僧受不了了。受不了在哪儿？第一，你杀生连伤6命，我不能容你。第二，你杀完人，我教育你，你还不听话，就当闹着玩似的，跟碾死个臭虫似的，这还了得？你不能拿杀人当儿戏啊！我怎么能让这人陪我去取经呢？这我不能容你了，你赶紧给我滚蛋！我佛门以慈悲为怀，
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变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当时孙悟空也来气，一听师父说两句重话，猴子脾气嘛，好酸脸嘛，一个筋斗云拉倒，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不干了，去哪儿呢？去东海龙宫了。多少年没见了，他当年这些设备都从东海龙王那儿弄的，他又去到东海龙宫去，把老龙王吓坏了。你又出来了，一看这冤家又来了啊！一问听说大圣保了唐僧取经，为什么有这般功夫到我这闲逛啊？孙悟空说：“哎呀，我那师父烦死了，磨磨叨叨我杀几个人。要说东海龙王啊，真是个好人。当年不光给孙悟空东西，这时候劝孙悟空，大圣你比不得500年前花果山逍遥自在。你现在呢，菩萨点化你，让你保唐僧西天取经，将来修成正果，这是正事啊。怎么能因为一时斗气你跑我这儿来了？你这不耽误正事了吗？赶紧回去，那是正事儿。”这孙悟空一想，可也是啊。观音菩萨说：“为什么唐僧救你，你得保他取经啊？一个筋斗云，他又翻回。可是再翻回来这一段，孙悟空打死6个强盗，就是我说的获得超能力之后这种能力的释放。西游降魔离释放大发了，到西游记虽然收的比较紧，但是也是恶的释放。这个就好比什么呢？我们看，当蜘蛛侠被蜘蛛咬了一口之后，获得超能力，马上到一个废旧仓库逝去，然后全纽约城的撒泼，因为这潜能在身上。之后他撒欢啊，他闹啊，孙悟空这个或者说他大恶或者是小恶，他就是潜在能力的一种释放，就是超能力的一种滥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去制止他，他的恶无限发挥，这就会走上悲剧的道路。那么超级英雄在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生的导师来规范他。那么孙悟空的人生导师是谁呢？毫无疑问是唐僧。唐僧怎么把他带上这条道？说白了，手段不是很光彩，有蒙有吓唬，有强迫，有感化。反正训练这个顽猴不容易。咱们刚才说孙悟空一个跟头又回来了，可回来这么会功夫，唐僧这边已经有高人给出主意了。观音菩萨传了他紧箍咒，给了他一身衣服。回来之后呢，这我们都知道，这身衣服让孙悟空穿上，帽子戴上，就开始念紧箍咒。要我说唐僧啊，也不算啥好人，坑蒙拐骗都会怎么的。他为了逗孙悟空上道，这招想得非常高明。孙悟空回来呢，他假装打开自己的包袱，找里头东西，除了袈裟呀、渡劫文官这些东西，把那身衣服弄出来了，还挺漂亮。这猴子看什么都兴奋。师傅，原来你这里头没这个，这哪儿来的？这我以前的衣服你没见过。这衣服是那样啊，你要是把这帽子戴上呢，不会念经你也会念经；把这衣服穿上呢，你不会这个做工戏、做衣啊、行礼啊，你都会了。这些事儿你都会了。孙悟空好奇，还有这功能呢。他很好奇，唐僧一点都不着急，我让你自己上套。要不说唐僧老骗子了，他一点不着急。他说：“这衣服这我自己的。”孙悟空说：“给我穿怎么？给你倒是也不知道合不合身，这玩意儿还不一定合身。”啥意思？逗引。孙悟空是，你看这招下，他马上给你穿吧。孙悟空没准怀疑，怎么这么痛快呢？我师父以往约束我这个，约束我那个，还给我缝个虎皮裙，怎么突然把这衣服肯给我了？所以他越这么说，孙悟空，我试试吧，没准就合适了呢。把这衣服拿起来，穿上帽子戴上。这一戴上，唐僧一看，阿弥陀佛，我得试试。我开念紧箍咒，把孙悟空疼的，师父怎么回事？你看师父在念，知道啊，师父原来是你害我啊。于悟空，僧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啊？亦愿听，愿听。唐僧停下。孙悟空琢磨，好啊，你设个套让我钻。要不说他这时候他的恶没消除，这点事儿他恨唐僧，把金箍棒拿出来就要打死唐僧。唐僧接着念，啪，当他又躺那儿了，抗拒不了这紧箍咒。
如此3番5次，孙悟空算服了，知道只要师傅一念紧箍咒，自个儿准玩完。所以这个时候，孙悟空算死心塌地的，我跟你西天取经，我不敢怎么样了。但是这个时候，孙悟空身上没什么佛性，说白了，被强迫的，就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说白了，这个时候，唐僧对孙悟空的教化只是潜移默化的。反正你今天听进点，我就多跟你说说佛经的事儿，明天我再说。就这个时候，这种方法，强制方法，治标不治本，孙悟空没有彻底转变过来。那么唐僧作为他的人生导师，借助一次关键的变化，让孙悟空大彻大悟。什么观念变化？3打白骨精。就这时候，孙悟空还是想着保你西天取经报恩，他还没有上升到我人生的使命感是什么，我的人生价值怎么体现，他还没到这个高度。他只是觉得唐僧挺重要，我师父你把我救出来，观音菩萨也告诉我保你取经。那么到3打白骨精的时候，这事儿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就是激烈的冲突出现之后，当冲突平息的时候，人都会经历一次大彻大悟，如同2口子吵架，吵得特别激烈，打得你回娘家，他到办公室住去了。一旦要和好，俩人都得琢磨琢磨，你说咱俩这何必呢？这干啥呢？挺好的2口子，你鸡飞狗跳，你电视都让你砸了，以后可别这样。那你说那商人的话，一张嘴就你自私把我怼墙角了，我怎么办？俩人都知道反思，所以一定要经过一场大变故。这个大变故是什么？就我们说3打白骨精。3打白骨精呢，这故事大家都熟悉啊。白骨精一看呢，孙悟空能耐大，哎，他琢磨我在这地方等你，怎么等呢？把这个老爷子、老太太、闺女一家3口他都给吃了，然后变化成这3个人的模样。一看呢，孙悟空呢这地方没吃的。薛八戒、沙僧看好师傅，我走去就回来化缘，然后在地上呢画个圈儿。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唐僧不出圈儿，因为里头有 WiFi 信号，外头没有吧？这都现代人扯淡的啊！唐僧在里边。这时候白骨精呢琢磨害唐僧，先转化成那小姑娘。那猪八戒一看，哎呦，女施主，口水都下来了。小姑娘又给拿馒头什么。这时候孙悟空回来了，一棒子把这个小姑娘打死。当然这是白骨精真身跑了，尸体扔了。唐僧一想，阿弥陀佛，你怎么杀生呢？孙悟空这时候忍了，为啥忍了呢？这师父肉眼凡胎，不像我火眼金睛，他不知道。你放心，白骨精不会善罢甘休，等我把他逮住了，哎，跟师父有交代。接下来就第2番老太太出来了，也让孙悟空打死。唐僧受不了，又念紧箍咒，孙悟空也忍了。到第3番那老头出来了，哎呀，老伴儿啊，女儿啊，俩事儿扣到一块儿，唐僧受不了了。你看看人家本家来找来了。这孙悟空一看，你还这样，死追上你，都不管唐僧念不念紧箍咒，忍着这疼痛把这老头弄死，完死追白骨精，把白骨精弄死。可是这一幕唐僧看不着啊，俩人闹起来了。哦，因为你这么，我教育你这么些年，你还杀生，还能不能跟我取经去了？哎，说这时候天上飘个黄绸子，再留悟空，难取真经。唐僧上道了，师父，你野性未除，连伤3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师父，你回去吧。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俩人一吵，其实就跟小2口吵架一样，都带着气，你顶着我顶着。孙悟空一看，我不伺候你了，一翻跟头回花果山。那么接下来事大伙都知道，再遇到妖精坏了。八戒、沙僧没那么大能耐，哎，这把师傅给抓走了。沙僧说，我看着行李吧，二师兄，麻烦你到花果山请大师兄去吧。猪八戒到花果山，孙悟空一看，你来了，我招待你，好吃好喝，只字不提回去的事儿。猪八戒没招了，最后只能亮底牌了，说真实情况。猴哥啊，师傅有危险。你这个呆子，哈！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就师傅有危险这5个字，如醍醐灌顶。亚塞半截空，一个惊雷把孙悟空给打醒了。怎么打醒了呢？
孙悟空突然一听师傅有危险，因为他取经路上时时刻刻牵挂着就俩字儿师傅啊，师傅让妖怪抓走，疼他就得去；师傅饿了，疼他就化缘去，这都形成条件反射了。猪八戒一说师傅有危险，他突然间想到，我是干什么的？我是该在花果山占山为王吗？不是啊，我的使命是什么呀？保护师傅西天取经。五行山底下压了500年了，过去的江湖生涯已经结束了，我也不可能战神王当老大了，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你能耐这么大，谁都会来找你来，不是骗你啊，琢磨害你啊。只有保唐僧西天取经，修成正果，最后才能顺利进入公务员团队，才能有体制外进来。这个事儿，孙悟空在取经路上脑子里想了几千万遍都不止。我的人生最大价值怎么体现？我得保唐僧取经啊，这是我的使命啊。而且为了这个使命，我可以不逍遥自在。我牺牲我的自由，陪这几个人西天取经。就是到这个时候，他终于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灾。他现在在哪里受难？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八戒快讲，师父快讲，他受苦了。这个时候，孙悟空就开始了对自己使命的一种拷问：我的价值是什么？我应该处在什么样位置？哎呀，我只有取经才能完成我的使命，我不再是过去的我，所以这一下子幡然改悟，再回去陪着唐僧取经。你接着再往下看，3打白骨精之后啊，好像孙悟空跟唐僧吵起来就没有了，师徒就和和气气的。为啥？想明白了，这个时候孙悟空才真正的对化为一个超级英雄。就他这个时候脱胎换骨了。他知道超级英雄应该做什么，应该为了这种使命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所以最终西天取经成功，获得了斗战胜佛这么一个称号。所以你拿孙悟空这个历程，我们和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片比一下，不论是超人呐，还是蝙蝠侠、钢铁侠呀、蜘蛛侠呀这些形象，你看跟孙悟空一比，都是这么回事，身世悲惨，然后获得超能量之后的释放，人生导师给他规范到正确路上，最终牺牲小我，成全别人，上升一个层次，成为超级英雄，不惜牺牲自由和生命，这是所有超级英雄必经之路。你看孙悟空差一样了吗？1234一样都没差。所以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学里头啊，有绝对的超级英雄形象，这个形象的丰富性甚至远远比好莱坞片里那些主题英雄他的形象更丰满更伟大。但是有意思的是呢，最后咱们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的超级英雄的传统，可是我们现在中国电影却拍不出一个超级英雄呢？